1988年7月份，邓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一次特殊的会议，到场的都是军队要员。对于邓公来说，眼前的会议是一场不小的挑战，因为他即将在会议上推翻毛主席多年前所做的决策，而这势必也将引起军队内部的一次大震动。那么邓公究竟要做什么事呢？9点，所有参会人员终于到齐了。邓公走到了主席台上，所有人都面色凝重地望向主席台，人们隐隐猜到军队内部将会发生大变化。邓公没有和大家绕弯子，他说，现在部队里有一件事情最让我放心不下，那就是军衔问题。军队取消军衔是毛主席的决定，但是现在要改一改了，总要有人去当这个罪人，既然这样，那就让我来当好了。这句话一出，台下众人都有些愣住了，谁也没想到邓公能这么快地下定决心。台下有人支持这项决策，但也有人激烈的反对，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我国是不存在军衔制的。1965年，毛主席亲自下达了废除军衔的命令。到了1988年，这项已经持续了23年的政策成为了所有军人心中不可动摇的方针。何况毛主席当初取消军衔，出发点也是为了部队的稳定。现在邓公突然说要推翻，引起反对也是必然的。可是不管反对之声多么激烈，邓公都要坚决地把这项政策推行下去。那么毛主席为何要取消军衔？邓公又为何执意要恢复军衔呢？一切要从1955年那次大规模的军队授衔开始说起。在那次授衔仪式上，诞生了人们后来所熟知的10大元帅，还有10位大将以及各级中将、少将等军衔。这次授衔首先是为了对于那些在革命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将领表示肯定，其次这是模仿了苏联的军队建设制度。当时我们国家成立不久，所以很多制度都是效仿苏联的。这件事情最初是皆大欢喜，可时间一长，毛主席却突然发现军衔制的弊端显露了出来，因为军衔的高低和具体职务之间是存在冲突的。于是有时候出现了少将领导中将、中将指挥大将这样的事情，人们不知道在军衔和具体职务之间到底该服从哪一个，于是导致了军队内部的管理逐步混乱。另外，军衔的授予在一些人看来成为了加官进爵的表现，于是有些将领因为军衔高，自觉高人一等，战士们也因为军衔的划分非得分个上下高低出来，久而久之，上级和下级之间的隔阂越来越严重。过去我们是人民军队，彼此之间打成一片，没有高低上下之分。现在军衔一来，却仿佛是把等级明晃晃地列了出来，越来越没有人民子弟兵的样子了。将领们意见也很大，彭老总就向毛主席抱怨过，这肩上有了元帅的牌子，和同志们之间反而疏远了。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有同志直接提意见说，军衔制是教条主义，它似乎是为了区分军官与士兵才诞生的。共产党讲究官兵平等，大家互称同志就好。这些意见毛主席非常重视，其实毛主席也隐隐发现了军衔制度背后的隐患。除去管理问题以及无形中带来的上下尊卑之外，当时我们和苏联的关系也渐渐僵化，如果继续一味模仿苏联的制度也很不合适。到了1964年，贺龙元帅的一次来访，促使毛主席下定决心要将军衔制度取消。1964年正值我国的困难时期，贺龙、罗瑞卿等中央领导认为，为了帮助国家度过经济危机，领导干部应该以身作则，在军队带头实行减薪。贺龙当时对毛主席很诚恳地说，现在军队里高级干部的工资有些太高了，就拿我来说吧，每个月的工资是440块钱，再加上补贴，我每个月都能拿500多块钱。可是我们国家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才20-30块钱，这样一算，我们的工资太高了，还是削减一些比较好。一旁的罗瑞卿也表示，愿意主动降低自己的工资待遇。对于他们2个人的意见，毛主席深以为然，他对贺龙说，你的这个建议提得好啊，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们解放军一向是提倡节约朴素作风的，这一点可不能忘。作为解放军的高级干部，更要以身作则。3人便就军队内部的待遇问题讨论了一番。这时候，贺龙忽然抛出了一记重磅炸弹，他说道，我看应该取消军队内部一切不平等制度，要不然连军衔制也一起取消吧。其实这件事情贺龙已经考虑很久了，作为军队的指挥官，贺龙这些年目睹了军队的一系列变化。我们的军队一点点地朝着现代化迈进，
总体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军衔制的存在却又不可避免的让一些军政领导染上了坏习气，战士们又多有不满。要知道，中国当时可不是处在什么和平环境里，美国、苏联2个大国都虎视眈眈，万一哪天真要开战，军队内部的矛盾说不定会提前爆发。那时候咱们的人民解放军还能打胜仗吗？基于这种顾虑，贺龙认为军衔制还是应该取消，而且越快越好。这不仅是贺龙的看法，也是千千万万解放军官兵的看法。贺龙这句话真是说到了毛主席的心里。毛主席放下手中的烟，跟贺龙说了自己的心里话：我早就觉得这块牌不顺眼了，以前我们没有这块牌的时候，不也照样打胜仗吗？现在有了军衔，干部与战士之间的交流少了，一些不好的风气也起来了，再这么下去，只怕我们要打败仗了。这块牌还是早点从肩膀上取下来的好。毛主席很快就召开了军委会议，讨论这件事情，大家的意见出奇的一致，所以取消军衔制的决议很快就下达。1965年，军衔制度在解放军部队之中正式消失。由此可见，当年取消军衔制度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也的确使得军队暂时摆脱了谈论上下尊卑的风气，换来了多年的安定。既然如此，邓公又为何非要推翻当年的决策呢？这当然不是邓公脑子一热突然下的决定，而是因为时代在变化，当年正确的决定在多年之后又渐渐显露出了新的弊端。时间进入70、80年代，我国的外交渠道逐渐打开，许多军政要员都肩负着出国访问以及接待外宾的任务。这时却频繁地出现一种问题，那就是我国的军官在与外国政要会面的时候，由于没有军衔，所以对方不知道该以什么等级的规格来接待。而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都是存在军衔制度的，因此这成了属于新中国的一个特殊的麻烦。比如说，萧何将军在军衔取消前曾是上将，但军衔取消之后，他在国际场合上无法再使用上将军衔，所以常常会出现萧何出国访问，对方却打电话来反复与他确认军衔规格的问题。这一来一回，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萧何有一次和邓公谈到了这个问题，邓公也为此而发愁，因为引起麻烦的不只是外交，更糟糕的是，在军队管理上，由于没有军衔，也出现了很多混乱。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我国为了速战速决，调动了大批部队，而这些部队之前来自不同的军区，有不同的领导。在战场上，各级领导由于军衔不明确，所以指挥现场变得极其复杂，乃至于普通战士根本不知道该听哪一级的领导指挥。如果长此以往，势必会酿成更大的祸患。随着与国际接轨，人们也逐步意识到了，对于军队来说，军衔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过去我们为了解决军衔引起的一系列弊端，直接砍掉了这项制度，其实是不太合理的。于是军队里又渐渐出现了希望恢复军衔的声音，可是要恢复不是那么容易的。首先，当初军衔制度的实行并不完美，很多人对此都有阴影，担心恢复之后过去的毛病重新浮现。另外，当初取消军衔几乎是大家一致同意的，现在再去否定过去的做法，大家心里迈不过那道坎。军队里从上到下，对于新制度也不是那么快就能接受的。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下辖400余万军队，人数庞大，即便是邓公以坚决的态度下达恢复军衔的命令，可万一军队里出现了反对的声音，进而引起恐慌，甚至引起军队内部的分裂，到时候又该怎么交代？重大决定往往都不是那么好做出的，因为人们无法预知将来的事情，万一这个决定是错的，那下决定的人可就要背负千古骂名了。这也正是所有人明知道现有的制度需要变更，却都不敢开这个口的原因。但是别人害怕背负骂名，邓公是完全不怕的。80年代初，邓公便在军委会上提出，我们要建立一种全新的军衔制度，既不同于欧美国家，也不模仿苏联，而是具有我们中国特色的，符合我们国家实际情况的军衔制度。邓公这个提议，众人可以接受，不过这只是开了个头，具体怎么实施还是个大难题。更令人头痛的是，现在我们部队里的人数太多了，以至于成为了一种负担，拖累了解放军的战斗力。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重新推行军衔制度的话，恐怕效果不甚理想。所以邓公考虑到，在恢复军衔制度之前，我军需要先进行裁军，而相比于恢复军衔，裁军可能是一项更加困难的工作。那些老战士们
老领导们又怎么可能乐意离开部队呢？但是大事是拖不得的，只要是对于军队、对于国家有利的事情，哪怕是背负一些骂名，邓公也要去做。就这样，从1985到1987年间，中国解放军才撤掉了100多万人的军队，也就是后人们所熟知的100万大裁军事件。在裁军之后，1988年，邓公终于正式提出要恢复军衔制。只是直到这一时期，质疑声依然是少不了的。人们反对的头一条理由就是，这是毛主席当年的决策。放眼全中国，也没有几个人是比毛主席更高明的。我们随意更改了毛主席的决策，万一是错的呢？这成了压在人们心里的一块大石头。军队的问题太敏感了，大家都不愿意冒险。面对这种质疑，邓公则提到了毛主席当年常说的一句话，那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20多年过去了，军队内部的生态环境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所以我们现在推翻毛主席当年的决策也不会是一个错误，只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手段。毛主席生前也针对政府、针对军队进行过很多次的改革。毛主席从来就不是一个因循守旧的人，所以此时此刻，如果毛主席在场的话，也绝不会抱着过去的决定不放而拖累军队发展的进度。最终，在场的人们被邓公的言语说服了，同意了这次看起来有些冒险的决策。于是，消失的军衔制在军队内部重新出现。1988年7月份，邓公在中南海举行了新中国的又一次授衔仪式。和1955年相比，由于是和平年代，所以这一次授衔仪式取消了元帅和大将的军衔，17位将军获得了1988年最高级别的上将军衔。有些将军已经是第2次经历授衔仪式，几十年沧海桑田，军队的制度在变，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精神是永恒不变的。而最后，邓公的决定也经过了时间的考验。事实证明，这是一项正确的决定，也是军队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改革。在一个需要变革的时代，出现了邓公这样一个有勇气、有决心去改变的人，是中华民族的幸事。